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使人驾到了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讨论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51集。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刘备他成功取得了荆襄4郡之后呢，东吴就派出了鲁肃来当做使者啊，来跟刘备说啊，现在你已经拿到了荆州，你是不是该还给我们啊？那这个时候呢，刘备就提出了所谓的借荆州的名义要去攻取所谓的益州，也就是巴蜀地区啊。那也为接下来的剧情做了一些铺垫。那时间进展到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可以说荆州啊，可说是一荆各表啊。对，没错。刘备说荆州是他的，那孙权又说这个荆州是他的，那到底是谁的呢？我们不妨从地理的角度，或者从政治的角度，或者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看，这个荆州到底是属于谁的咯？好，首先我要先告诉各位，就是对于孙权跟刘备来讲，荆州都是必争之地。孙权他的战略就是鲁肃的踏上策，是这么说的：剿除黄祖，进伐刘表，尽长江所及，聚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哇，很宏伟的战略，就是你要先攻打刘表的部将黄祖，之后再把刘表也给打下来，握有荆州之后，一路打到长江的上游，就是连巴蜀地区都占下来，算是二分天下，跟北方的曹操抗衡。这是鲁肃的战略。诸葛亮也是刘备这边的战略啊，那就更有名啊，隆中对嘛。若跨有荆益，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什么意思？你要占领益州，你要占领荆州，到时候从荆州、益州各自派兵，成为所谓的前行攻势。而且就是你还要趁北方不稳定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可见，不管对于刘备，不管对于孙权，荆州一定要拿下来。可是荆州就只有一个啊，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所以其实两家在赤壁之战之后都分别有了动作。我们之前在讲周瑜的节目的时候，就有提到说，周瑜在赤壁之战立刻对于江陵，也就是曹仁所镇守的这个重要的荆州城市发动了攻势，历经1年左右的血战，总算攻下了江陵城。那江陵所在的地区在荆州属于南郡，南郡这个地方重要在哪边呢？答案是南郡是个交通要道，你往西就是进入巴蜀地区，你往北你就是可以进图中原，算是荆州最为重要的交通要道。那与此同时，当周瑜在打江陵的时候，刘备干什么去了？刘备去打所谓的荆南4郡，也是打下来了。所以荆州此时算是一分为三，曹操占有一部分，比方说以前荆州治所襄阳，后来就被曹操给拿走了嘛，对不对？中间重要的南郡江陵这一块是属于孙权的，荆南大部分的土地则被刘备给占走了。说到这边，那荆州到底是属于谁呢？答案是刘备握有比较大范围的荆州，可是荆南4郡开发程度比较低。更重要的是，荆南4郡它还可以通到哪边？答案是你要么再往更南边，也是通到今天什么广州啊、胶州这一带。你如果要进图中原，或是往西边去攻打巴蜀啊，你是打不过去的，因为你交通要道被孙权给卡死了。所以对于当时的刘备来讲，就是怎么办？虽然打下一部分的荆州，但是其实没有完成战略目标。那对于孙权来讲，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对，我掌握下南郡了哈，但惨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等于是所有面对曹操的战场都是我孙权军在苦撑。刘备在哪边？刘备在荆南啊，所以他等于说被我孙权完全的隔绝开来，接触不到曹操。你刘备倒好，你轻松了。我孙权哇，从长江的中游荆州地区要跟曹操交战，到了下游地区，这什么淮南啊、徐州啊，也要跟曹操交战。这个战线拉太长，我撑的也很痛苦啊。所以这个时候两家都要各取所需。孙权希望，你刘备也得出点力气嘛，对不对？那刘备会想说，我一定要拿到南郡，没拿到南郡，我以后是没有出息的。所以呢，到最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三国志》的鲁肃传有提到，后备易经见权，什么意思？刘备专门去见孙权，求都督荆州，就是麻烦你把荆州让给我了。注意，这边让的荆州是指哪边？就是指南
南郡这一块地方，为肃劝权借之，共据曹公。鲁肃也是站在刘备这边说，阿权大局为重，主公借给刘备吧哈。那后来呢，孙权也决定说，战略家都这么说，那应该没有错吧，就把南郡借给了刘备。哇，这是杰出的一手。为什么？因为后来曹操听到说什么两家联合在一起了，史书是这么说的，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什么意思？当时曹操大概是要写些什么公文吧，结果有人告诉他说，孙权竟然把南郡借给了刘备。哇，曹操吓到笔都掉在地上，说惨了惨了惨了。为什么？因为本来是我曹操去打孙权，你孙权战线拉很长嘛，再拖下去一定是我曹操占上风。结果我没想到你孙权竟然大度到把南郡借给了刘备，等于说这时候是孙刘两家都各自握有一部分战线，合力抵抗我曹操。哇，这个时候就更难打了。而且刘备是何许人也？是曹操认可的英雄，他掌握了南郡这个要地，他一定会做什么事情？他一定另有所图。他要么往北方去攻打我曹操，不过我猜曹操他大概不是很害怕，因为这时候刘备势力并不是太强。那不往北往哪边？巴蜀地区。万一刘备真的握有巴蜀地区，事情可能就更加的难搞。所以当时曹操听到孙刘两家联合，才会吓得笔都掉到地上。说到这边，你觉得到底荆州是属于谁的？这个问题你突然问我，很难回答对嘛？因为其实我刚刚有说过，是在赤壁战后，荆州一分为三。是，对。站在孙权的角度就是那荆州是你刘备跟我借你还特别跑过来跟我借嘛，对不对？那你后来打下了一些土地之后，你爽了没有？你爽完之后，荆州得还我吧，来。还我荆州。可是在刘备的角度来看，就是等一下，对，我当初跟你借土地没错，可是你借给我是什么？搞清楚哦，你借给我的是南郡，结果你现在要我还整个荆州。荆州有好几郡哪有借一郡还一州的道理？你这个利息钱高利贷也收得太过分了吧，对不对？所以刘备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不太愿意还你荆州。不管是站在说我觉得我被孙权给卡油了哈，对，没有说什么借一郡还一州嘛，对不对？还是按照战略，我必须得保有荆州，我才可以怎么样横跨荆益二州，做两路的前行作战所以这个东西我不可以让给孙权。那对于孙权来讲，就是大哥，你就是跟我借的对不对？你不还给我。我要怎么实施踏上策，对不对？而且你刘备越来越强大之后，难道你不会从荆州发兵攻打我孙权吗？对不对？所以你必须得还，而且收点利息也不用怎么样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双方可以开始扯这赤壁之战要不是我孙权这边作为主力军，赤壁之战谁打的？我周瑜打的。江陵城谁打的？我周瑜打的。什么硬仗都是我们东吴来，成果却要让你刘备给拿走，你是不是太过分啦？好，我现在又解释完了之后，让你有点心理准备之后，再问你一次问题：荆州到底是属于谁的？说。这个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小时候大家很喜欢玩象棋嘛，像观棋不语真君子棋手不悔真难过，棋手无悔大丈夫嘛，就是两个人在对弈这样子嘛。那有一个版本叫做三国版，我有看过，三个人一起玩象棋这样子。是，那我是觉得这种情况的荆州就很像是三个人在玩象棋，是，就是这块地到底是属于谁的，大家来打一架嘛。打完之后呢，看结果是谁就是谁的嘛。是，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过渡时期，就像是我们在下一盘棋一样看谁去卡谁看谁去攻进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不会这么的武断说这个荆州就是谁的但是如果你要问我个人的想法的话我站在的是比较偏东吴的立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初你刘备被曹操打得那么惨嘛，逃到哪里就躲到哪里，那最后面你是有点像是说要求我们帮助你是，那你现在好我们帮啦，我们也做了嘛做完之后呢你现在不讲武德，那你现在什么意思？你就是暴露你自己的野心嘛，那我当然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强势的作为，就是说叫你还过来嘛。是，好，你如果是用这种视角的话，你其实就是电视剧当中鲁肃所强调的视角，就是确实对当初赤壁之战是我们东吴将士浴血奋战刘皇叔，你想想
卡油过分了哈。可是电视剧当中也会拍到诸葛亮会说，鲁肃你这样说就过分了哈。当初不要说是你们收留我们，我们是互相结合的，是你鲁肃主动跑来荆州见我们的主君刘皇叔，希望我们两家共同联合作战。你自己扪心自问，硬仗是你们打的，但没有我们刘备军的帮助，单凭你们东吴孙权是能够抵抗曹操吗？我们也有功劳啊，何况荆南四郡也是我们刘备军请真刀真枪拿过来的。你刚刚不是说这是你们浴血奋战的结果吗？荆南四郡也是我们浴血奋战的结果啊，结果你孙权要全部收回去，鲁肃子敬兄，你们才是卡油的那一方吧。不过如果我是鲁肃的话，我当然不会说的这么直接啦，我可能会提出一些比较另外的想法，就是说那既然我们双方都各自有各自的立场，那不如我们就打一架当然不是啊，看有没有什么另外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两家的关系更加的紧密嘛。所以才会提出所谓的那要不然我们把我们的小妹嫁过去啊，取得一个联姻关系嘛。你所提到的其实还真的就是历史上的情况。历史上的确为了巩固孙刘联盟，所以当时后来就有形成所谓的姻亲关系。的确啦，这个姻亲关系代表着说孙刘联盟进入到蜜月期，就是你看我们都可以成为互相的亲戚了，我们关系有多铁嘛，对不对？但是注意不管这个婚姻关系成立的状况为何，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荆州只有一个双方的战略也都是必须得以荆州为发起点我们现在的确是亲家了，好了，那现在我们双方都要用到荆州了，你该告诉我一声，荆州到底是属于谁的？又回到问题的原点了。我觉得其实说到这边你刚刚不是提到一经各表吗？是啊。其实我知道不同人就会有不同的立场，会觉得说应该是属于刘备的应该是属于孙权的。你不觉得跟后来很多历史事件都很像吗？后来很多历史事件都是大家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如果站在自己这一方的视角来看，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可是别人站在别人的视角来看，也会觉得说我才是没问题的那一方。我举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例子，就是现在都还在进行的乌俄战争。因为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说是你乌克兰还有所谓欧盟东扩的压力压上来，我才是受到威胁的那一方可是对于乌克兰来讲，就是不对吧？你才是那个俄罗斯开始经济复苏崛起之后，我才是受到威胁的那一方吧。所以双方都在互相指责说，今天会弄到这个地步是谁的问题？是你，就互相指对方是你的问题。还是一句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们如果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理论都是成立的，但不好意思，很多时候虽然有所谓的灰色地带，但偏偏结论就只有一个，或者说资源它就只有那么一个。那到最后如果不幸的话，就会发生今天的乌俄战争，就是谈不拢，那只好诉诸于武力。那回过头来我们来讲三国的话，就是对暂时利用联姻关系想要试图淡化双方的冲突。但是夫妻也是一样蜜月旅行回来之后，你得面对生活面对所有的家庭生活压力对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到底该怎么过下去来荆州到底属于谁的？有没有觉得我很烦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的所以到底荆州的未来会导致孙刘联盟走向什么样的状况？这就是我们后来电视剧其实也会提到的重点好，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了。我们讲述了有关于一经各表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是如何呢？那不知道大家在听完我们的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许大家也可以留言看看，说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看这个荆州到底是属于谁的咯？还是说你要说荆州是属于曹操的？只要你讲的有道理，你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所以欢迎留言在留言区的地方，我们会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